那个，我问你们个事儿呗，宝子们，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吧？我火锅里面老涮的那个叫贡菜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晒干的莴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蔬菜名字叫贡菜。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我的天，这比上次我知道毛豆就是年轻版的黄豆还让人震惊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啊，而且很早之前就发现这事儿了。我就问你们半夜如果遇到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你们一般都干什么啊？可能很多人就是数羊哈，1只羊、2只羊、3只羊。跟大家插播一个冷知识好吧，就是在咱们国内你睡不着觉数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就是英美那边的孩子他们用。为什么啊？那是一种心理暗示，因为羊 sheep 这个发音会比较像 sleep， 它会给你暗示睡吧睡吧。那这不在咱们国家是没有用的呀，对不对？咱们国家要么你就你看睡觉的谐音什么水饺水饺水饺三鲜虾仁猪肉大葱香，我睡你妈！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原来我朋友圈里面一个缺心眼的一个女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朋友圈非常的包容啊，就哪怕是微商啊干什么的，就是我通常是不会去删人家的，也不会去轻易屏蔽。我就觉得有时候刷一刷朋友圈能够看到人生百态，其实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有这么一个装逼女的，我是真受不了她，这就好几回了啊。咱们这边就是差不多在放暑假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定位在澳大利亚，然后呢穿着那个比基尼在沙滩上晒太阳。我这个人比较正直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啊？老生常谈了哈，只要你好好锻炼，少吃碳水，然后管住嘴，迈开腿，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的。我说不是姐妹儿，咱们这儿现在是夏天，澳洲那边应该是冬天，你是怎么做到穿个比基尼差不多相当于光个腚在海边晒太阳的？然后他就没回了。后来又一回啊，他又发了一个什么，就差不多相当于那种不转不是中国人那种缺心眼的是什么？在520节的这一天，外国的男人们都会给自己的老婆送化妆品、送包包、送礼物，而中国男人最多请老婆吃顿饭。我说外国人不过520，你怎么知道的？你去过吗？我天天全球飞，我难道懂得不比你多吗？我520是个谐音，是中文的谐音，我爱你。你觉得还有就除了中国的哪个地区过这个节日啊，姐妹儿？就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估计应该是我被拉黑了。就做人还是不能太耿直。所以我这个人格啊，我就特别欠。就在做这个16人格测试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跟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啊。直到做出来这个测试，就虽然说 ENTP 这种人格比较稀有吧，但最起码全世界也会有那么一大批人跟我一样啊，喜欢犯贱，喜欢发神经。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朋友圈里面的这些装逼狗啊，这个态度都是要么我拉黑他，要么我屏蔽他，我眼不见为净，要不然不关我事管他干啥？不像我这种人啊，我就想犯个贱。我一天不犯贱，我浑身难受，对不对啊？尤其是就这种性格也渗入到我的婚姻生活当中。你们看见谁儿子都已经上2年级了，到现在我老公不敢走我前面。就是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手指头上下一划，千年杀。哇，如果不犯贱的话，这个人生将会多么没有乐趣，我想都不敢想，对不对啊？所以说我经常怀疑我的精神状态，现在不怀疑了，现在很坦然了。我就喜欢看人家发疯，我看人发疯比我自己发疯都快乐，是不是？这不是前2天我在点菜的时候，前2天突然想吃饺子，我在点餐的时候呢，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我决定假如说在大众点评或美团上面去选一家店或者选一个外卖的时候，我习惯性先看差评，因为差评决定了这个商品或者这家店的下限，就是如果它的下限我还能接受的话，
就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家餐厅，我能接受的是它味道还行，但是服务吧一般，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被过度服务，就哪怕你不理我，我高兴死了，那让我自助都可以，但你的东西要好吃。就之前我找过一家餐厅，那家餐厅的差评是味道虽然很好，但是服务巴拉巴拉巴拉，去你妈的，这走啊，去啊，吃啊，什么人家差评都说人家味道不错，那能差到哪儿去？是不是？就是我找一家店的时候，我会先看差评，直到我翻到这样一条差评，哇，我开心坏了啊！这那天我想吃饺子，找到一家饺子馆，翻了一下，有这么一条差评，哇，太棒了啊！文采斐然。清顺治年间，通州地界有个出了名的地主老财铁公鸡。这一年腊月30，他不顾儿女劝说，哆嗦着爬起来，挪到厨房，掏出前年剩的陈面粉，揉成煤面团，要拿它包饺子。老财主把面团搓成长条，切成2截，还没来得及揪成面剂子，就一命呜呼了。家里人哭天抢地，乱作一团，给他出了病。剩下桌上的2截面团，吃也不是，扔也不是。老财主一生吝啬，糟蹋一点面线头都是割他的肉。家里人一商量，把2截面陪葬进了棺材里。自甲午战争后，清王朝大厦将倾，1912年溥仪退位，清亡，民国立，老地主的坟头已湮灭无存。雨季到来，河道中污水流溢，侵没了土壤，老地主的棺椁被雨水浸泡多年，陪葬的2截老面团因此产生了化学反应。近20年来，城市体积飞速膨胀，东五环被开发殆尽，老地主的坟茔在楼盘地基中挖掘中裂开，久经沧桑的老面团重见天日。这时，一位路过的美团商户偶然发现了它，见左右无人，将它捡起来，吹了吹灰，拿回店里擀成了饺子皮，包上了牛肉大葱和韭菜鸡蛋的馅儿，包装后交给了外卖员。这就是我今天点的价值50元的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的味道。好啊，这个世界真的颠成了我喜欢的样子。一个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前2天打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滴滴司机，哇，我这真是中二无处不在啊！我就喜欢他们这种精神状态，跟我一样。滴滴司机，我坐后排啊，前排的背后贴了一张纸，乘客你好，我本是显赫家世的少爷，却被奸人所害，家族弃我，师门断我灵脉。重生之我在西安跑滴滴，给我一个好评，祝我重回巅峰，许你一世平安健康。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我这个神经病可能全球不一定能遇到几个了啊，就是我不刚刚问你们晚上睡不着觉都想什么哈，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奥特曼有多高啊？如果2条蛇互相含着对方的尾巴吃到最后能剩下什么？缠木乃伊的布如果发霉了，木乃伊会不会跟着一块发霉？哇！就我现在不敢去看我手机上就是百度那个 iPad 的搜索记录，我都是定期删的，我就害怕被我老公或者哪怕是被我儿子看见了啊，他们会觉得我就把我再送进精神病院去啊。直到后来就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同学，高中同学，他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国外啊，具体在哪儿不方便透露吧，但是啊，行，就是那个吃什么都不好吃的那么一个地方啊，欧洲的一个国家，日不落帝国。对，然后呢，我就发现他这个精神状态啊，领先我好几十年。为什么？就具体表现为回来之后，看什么都好看，以及吃什么都好吃。你们见没见过一个30多岁的一个就是中青年女生吧，在我们老家那个4、5线的小县级市里面，看见路边摊儿比看见他亲妈还要亲。我们那儿一整个正月都是就是城管不管嘛，你在路边摊儿卖什么的都有啊。我们那边炸大麻花的啊，做那个饼子夹肉的，还有路边做那个丸子汤的，就是他毫不夸张，他就跟那个就是武松进了快活林一样啊，他那条街从头吃到尾，吃完之后一抹嘴，我们回去吧。我想着终于能回来了，哎，从尾巴再吃到头，重新吃一回。
煎饼果子要2套，一套2个鸡蛋的，一套3个鸡蛋的。丸子汤光要丸子不要汤，跟老板说多少钱我加给你，你就给我先上那20块钱的丸子。让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他看见卖辣条的摊子啊，就是他展现出了一种狼看到羊之后的那个表情，最后跟人家说啊，就这个啊，这几个味道各来一个吧，我都尝一尝，好吧？我要15块钱的，这20啊，行，20就20，哎，你再加一点吧，凑够30的给我，好吧？就从那一刻啊，我对于留学生这个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同情。那么想请啊，就我知道楚老师的这个听众当中呢，在国外的宝子特别多，我就想问你们一下，你们真的有这么惨吗？他跟我说，他说你凡是看那些回国之后装逼的，说啊，you know。Actually， 我们在国外，我们有吃非常好吃的下午茶，怎么这种全部都是假瘤子，真正的瘤子回国之后看什么都好吃，抱个老干妈啊，你再给他一锅馒头，他能吃一晚上的饭，是不是真的？我找他验证一下，好吧？但是呢，我之前找一个就是在国外的，在新加坡的我一个听众，他跟我说啊，说吃的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反正看病是挺困难的。他当时是在新加坡牙神经坏死。去看医生，挺贵的啊。那医生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回中国？他说还有1个月。然后医生开了一堆止痛药，说你忍一忍啊，熬到回国再处理，好吧？搞得我都想出国感受一下，到底在国外吃的是有多差了。反正我只知道他们说吃的很差，具体有多差一点都不清楚。就是那些在国内娇生惯养，连厨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宝子们，到了国外啊，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人均变成大厨了。就自给自足嘛，只要有卖食材的地方啊，给我一堆食材，还你一个奇迹，让你知道什么叫中国味啊，绝对不向世界妥协。然后我就问那个姐们儿，我说你在那边也有固定住所了，也有固定工作了，你这好几年不回国，今年回来干嘛？你想跟我年纪一样啊？我那个姐们儿跟我说一声长叹，我妈催我结婚，跟我说在这边认识了一个啊，就不是在一个国家留学，但是家庭条件差不多的留学生，回来让我相个亲。我说我的天，太狠了啊！这你出国都逃不过相亲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我翻了一下我的私信，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就是说，每到过年被催婚，每到过年被相亲，就好像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你是整个一个家族的原罪，你是家族的罪人，是吧？再跟你们强调一下啊，如果再有长辈跟你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怼他。这个无后说的不是没有后人，而是无后为大的意思是没有尽好做后辈的职责，这个是最严重的。算了，说这也白费，反正你劝不过你妈，是吧？实在不行你就跟我一样发神经。因为楚老师在跟楚老公结婚之前，我妈是基本没有催过我结婚的。我妈只跟我说，你好好对着男孩啊，你跟人好好谈，稳定点，别老欺负人家。你看我知女莫若母，我妈太知道我是个什么材料了啊！就是你抽风发神经，当你的精神状态极其不稳定的时候，你的父母可能开始会同情那个可能要跟你结婚的另一半，而不会着急让你结婚，你懂吧？那如果被催婚催的实在太狠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话？就是适用于什么人啊？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亲戚朋友凑一块就催，凑一块就催啊，催得你烦得要命，你就真的很想发泄你自己内心的那一腔火热的愤怒，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下一期出一期就是怎么回怼那些催婚的亲戚们的话，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老规矩，点赞，爱你们。